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久违现身，昨日从北京飞往深圳，疑似奔赴珠海开启赛车训练。今日有望见到85号赛车手，出行还随身带上一整套小敖周边。谁懂啊，家人们！我今早刷带拍动态的时候手都抖了。王一博6月22号北京飞深圳的路透出来了，黑 T 恤牛仔裤，卷毛支棱着，背上那个始祖鸟的包侧带支出来俩小耳朵，放大3倍看是小敖的常规款，手里还拎了个登机箱，拉链头上挂的是小敖 2.0 的彩蛋款胶点，吊牌都没摘，编号001。评论区已经疯了。有人刷杜华，你给王一博磕一个吧。小敖的官博10分钟就转了原博，配了个捂嘴笑的表情。乐华那边的工作人员偷偷在底下点赞，连85 Racing 的官微都转了条，欢迎85号归队。合着这神隐2多月的人，一出来就把艺人加赛车手加代言人的魂全占了。上次见他的公开行程还是4月中在上海的小敖品牌活动，那天他穿白衬衫戴银框眼镜，举着小敖的限量款跟粉丝比心。之后工作室就没更过任何公开安排，代拍群里有人拍到5月底他在北京首都机场高速的服务区，黑色商务车车窗降了半指宽，能看见他戴鸭舌帽的侧脸。当时还有人猜是去 B 组拍戏，也有人说他要去录新综艺。结果航班信息跳出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愣了。北京飞深圳，落地转车直奔珠海。26寸的登机箱里塞的不是戏服，也不是通告单，是防火服和赛车的手套鞋。珠海国际赛车场的闭门租场名单22号晚上就流出来了。6月23到25号3天，85 Racing 包了半个场，同场的还有几个职业 GT 车队的测试。85号的奥迪 R8 LMS GT3 EVO2 是去年跑完全季的那台，车门上的黑黄配85号贴纸还是他自己选的。2024年他在珠海跑 GTSC 的时候就是同款配色。第1回决赛摔了半个车位拿亚军，第2回直接冲了全场冠军，奖杯是他自己抱回维修间的。当时记者问他下次还来吗？他摘了头盔，刘海全湿，说来啊，下次争取不摔。2019年他第一次来珠海跑赛照的时候，就在11号弯摔过一次，车蹭了半边护栏。他爬出来的时候还笑。头盔上沾了灰，对着镜头比了个耶。当时还有人说明星玩票而已，摔一次就不来了。结果人家2024年回去抱了冠军奖杯。2026年的 China GT 第3站定在7月24到26号，还是珠海。他6月底就去闭门练，提前1个月进赛道，光第1天的计划就是跑30圈，适配今年的新胎。工程师说他上周在北京的模拟器上泡了快20天，体脂率掉到了11%。脖子的力量训练加了2组，就是为了扛 GT3 过弯时候的3个 G 的离心力。23号中午就有珠海本地的车迷在场边拍到他了，穿防火服戴头盔。85号的贴纸在阳光下反光，下车摘头盔的时候刘海全贴在脑门上。接过助理递的冰水，仰头灌了半瓶。方俊宇在旁边跟工程师核对上1圈的圈速，他插不上话就蹲在热熔胎旁边摸胎纹，被镜头扫到的时候抬手挡了下，耳尖红的明显。背包挂在维修间的架子上，整套小敖从登机箱里掏出来摆了一排，常规款、隐藏款、焦点彩蛋款。连之前品牌送他的生日限定款都带了。助理拿着手机拍他摸胎的样子，他回头瞪了一眼，伸手把背包上挂的小敖按了按，耳朵耷拉下来，像个被骂了的大型卷。
之前还有人说他带小敖是造型师硬塞的营业，毕竟之前机场路透他最多挂一个在包上，这次直接把整套扛出来，连颈枕旁边都塞了个迷你款。登机的时候过安检，工作人员问他包上挂的是啥，他低头看了眼，说是代言的，声音不大，尾音还飘了一下。旁边的粉丝拍了这段，发出去10分钟点赞破了10万。有人扒出来他挂的那个焦点彩蛋款是上个月品牌刚出的限定，市面上还没铺货。之前只有品牌方给他的生日礼里塞了一个编号001，吊牌都没摘，合着是拿到手就直接挂包上了。代拍群里有人转他这2天的练车安排，早上9点进场，先跑10圈暖胎，中午跟工程师复盘圈速，下午再跑15圈测新吊效，晚饭后还要泡1小时模拟器。23号当天的圈速出来，比去年同期他第一次跑珠海的圈速快了 1.2 秒。方俊宇在朋友圈发了张俩人蹲在轮胎旁边的照片，配文号今年有点猛。底下85 Racing 的队友评论，上次他这么说还是2024年拿冠军的时候。4月中上海活动的时候，小敖的官博艾特他要联动，他转了那条微博，没加表情也没说话，这次直接把整套实物扛去赛道。难怪评论区有人刷这才是代言人天花板吧，自己背全套出行，连彩蛋款都挂出来了，杜华不得连夜给他加工资。还有乐华的老粉翻出来之前杜华采访说，王一博是我手下最省心的艺人，代言不用催，自己就能琢磨怎么带，这次算是实锤了，省心到把自己代言的潮玩扛去赛道当幸运物。维修间的工作人员说，他22号晚上到珠海的时候，先去 P 房看了那台85号奥迪，绕着车转了3圈，摸了摸车门上的贴纸，问工程师去年我刮的那道印还在不？工程师说补过了，他了一声，蹲下来拧了拧轮胎的螺栓，手上沾了点灰，也没擦，转头跟助理说把我那套小敖拿来，放驾驶座旁边，合着连幸运物都得提前安排进车里。23号傍晚闭门练结束的时候，他穿着防火服外套站在 P 房门口啃盒饭。85号的贴纸在夕阳底下泛着光，背包挂在旁边的架子上，小敖的耳朵耷拉着。方俊宇在旁边跟他比划刚才13号弯的走线，他咬着筷子点头，助理举着手机拍他。他抬手挡了下，耳尖还是红的，风把他的卷毛吹起来一点。能看见后颈上贴的机内效贴，是练车的时候拉到了1点。之前采访他说过，跑 GT3 的时候脖子后面常年贴这个，不然过弯的时候头盔勒得疼。刷路透的时候看到有人晒2024年珠海站他冲线的照片，维修间里他蹲在地上拧螺栓，手上全是油，有个小朋友过去要签名，他抬头笑了，签完名还把小朋友举起来看了眼冠军奖杯。底下评论说，那时候就觉得这人不是来玩的，是真的喜欢。也有新粉在问85号是啥，一堆人排队科普，是我们耶波的赛车编号啊。85 Racing 的，跑 China GT 的，王一博的词条挂了快2小时，热度没掉过。底下最高赞的评论还是那句杜华，你给王一博磕一个吧，点赞已经过了20万。他登机箱的侧袋还塞了个小的急救包，是赛车手标配的，里面放了机内效贴和冷却喷雾。之前跑比赛的时候他腰伤犯了，就是靠这个撑完整场的。助理说他这次收拾行李的时候，先把防火服叠好，再放小敖，最后塞急救包，顺序没乱过。去年跑赛季的时候就是这么收拾的。珠海这几天的温度有32度，赛道上的地面温度能到50度，防火服又不透气。23号他练完第1趟下来，里面的速干衣全湿了，
换了件黑的短袖 T 恤，领口还挂着汗，坐在维修间的凳子上啃冰棍。方俊宇递给他一份圈速表，他咬着冰棍扫了2眼，指着其中一圈说：“这里慢了0.3秒，应该是入弯早了。”工程师在旁边点头，说：“下一组吊效把前铲的角度调0.5度。”他了一声，把冰棍扔进垃圾桶，伸手拿了旁边的头盔，准备跑下午的第2趟。小敖的官博后来又更了一条，是粉丝剪的他这次路透的动图。配文代言人今天也在认真上班，底下85 Racing 转了，加了句下班也认真。评论区有人笑合着这一天24小时，他把艺人和赛车手的 KPI 全完成了。也有人翻出来他2024年夺冠之后发的微博，就4个字：下次还来。那时候离现在快2年，他果然又回来了，还是85号，还是黑黄贴纸，还是带一堆小敖。他背包上挂的那个焦点彩蛋款，耳朵后面有个小的85号的印，是品牌特意给他做的定制款，之前只有生日里那一个，这次他带出来。被粉丝放大图扒出来那个印，有人去问小敖的客服，客服说那是给代言人的专属款，不对外卖，合着连挂个玩偶都是独一份的。23号晚上闭门链结束的时候，他发了条微博，就一张85号奥迪的照片，车门开着，驾驶座旁边放着那只焦点彩蛋款，配文是个赛车的 emoji， 没多话。10分钟评论破了50万，最高赞还是杜华，你给王一博磕一个吧。小敖官博在底下评论了个谢谢老板，月华的官微也转了，加了句好好练，注意安全。代拍说23号晚上他离开赛道的时候，还是穿那件黑 T 恤，背包上的小敖晃来晃去。上车前回头看了眼 P 房的85号，挥了下手。助理帮他拉车门的时候，他低头扯了扯背包带，把小敖的耳朵理顺了。钻进车里的时候，卷毛蹭到了车门框，他抬手扶了下，车窗升起来的时候，还能看见他耳尖的红。